234年秋天，54岁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。临终之前，他让杨仪和费祎率领大军撤回汉中。那么，撤军之时，魏延为何会发生叛乱？得知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后，李邈为何仰天大笑，说蜀汉终于得救了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魏延叛乱及诸葛亮葬于定军山。诸葛亮在临终之前安排的撤兵计划是，杨仪和费祎负责统领全军撤退，魏延负责断后，姜维次之。之后，他秘密地告诉杨仪和费祎，如果魏延不肯听令，那么大军便自行撤退。魏延，蜀汉现存最顶尖的猛将之一，他赡养士卒，勇猛过人，但是性格高傲，脾气暴躁，导致文武官员都对他极为忌惮，尽量避其锋芒，不与他交恶。只有杨仪对他不屑一顾，于是两人便势如水火，经常发生矛盾。甚至有一次，魏延竟然拿着刀准备杀了杨仪，导致杨仪老泪纵横，悲伤愤怒。这让诸葛亮非常的无奈，他爱惜杨仪的才干，也欣赏魏延的骁勇，奈何二人总是不能友好相处。幸亏费祎经常从中调停，才使二人各尽其职，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大军出发之前，杨仪让费祎前去试探魏延的想法，于是费祎便来到了魏延的军营，询问他的意见。魏延便对费祎说：“丞相虽然病逝了，不是还有我呢吗？我自当率领大军击败贼军，怎能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荒废天下的大事呢？而且我魏延是何许人也，怎会受杨仪的摆布，成为断后之将呢？”说罢，他便与费祎重新商定撤军计划，并且要求费祎和他共同在重新拟定的撤军计划上签名，然后宣告给所有的将领。费祎听后非常担心，为了能够尽快脱身，他便对魏延说：“我这就回去，把你的意见传达给杨仪。杨仪身为文官，不懂军事，所以他一定不会反对你所拟定的计划。”魏延听后觉得有理，便答应了费祎的建议。费祎不紧不慢地离开魏延的军营，出门后便骑马奔驰而去。魏延这才反应了过来，他被费祎给骗了，应该让他签完字再放他离开。可是此时派人去追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派人前往杨仪的军中打探。结果得知，杨仪按照诸葛亮之前的计划，已经让各营的将士们开始撤退了。魏延大怒，立即率领本部人马也开始撤退。但是他并不想为大军殿后，而是加快步伐，越过杨仪率领的主力，走到了大军的最前面。而且他的大军走过之后，他便命人烧毁栈道，使杨仪等人率领的主力大军无法前进。同时他还派人前往成都，告发杨仪反叛。此时司马懿得知诸葛亮病逝，并且蜀军开始撤退的消息后，立即率军前来追击，这让杨仪等人非常的惊慌。姜维便给杨仪建议，他让大军将旗帜全部调转过来，然后擂响战鼓，做出要与司马懿对战的态势。司马懿不确定诸葛亮是真的病逝了，还是假装病逝吸引他上钩的，于是立即停止追击。随后杨仪率领大军缓慢地退入包斜道的入口，然后才正式发丧，并且派人给刘禅上表，告发魏延反叛。远在成都的刘禅一连收到2封奏书，一封是魏延告发杨仪反叛，一封是杨仪告发魏延反叛，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，连忙召来侍中董允和长史蒋琬商议。结果董允和蒋琬都相信杨仪而怀疑魏延，于是刘禅便让蒋琬领兵前去捉拿魏延。与此同时，杨仪一边派人修理栈道，一边派兵防止司马懿偷袭。就这样历经千难万阻，终于来到了包斜道的南口。结果魏延抢先占据南谷口，将杨仪率领的主力大军阻挡在包斜道的崇山峻岭之中，进退不得。于是杨仪便派遣王平前去迎战。王平率军到达后，大骂魏延及其属下说：“丞相刚刚去世，尸骨未寒，你们怎敢如此作为，竟敢抵挡丞相的还丧之路吗？”魏延的属下听闻后，都觉得魏延的做法不妥，不敢继续跟随，于是大军纷纷开始溃散。魏延见状，只带领着自己的儿子以及数名亲信向汉中逃去。杨仪得知后，立即派遣马岱前去追击，没过多久，马岱便提着魏延的首级返回。杨仪用脚践踏着魏延的头颅，说道：“庸奴，看你还敢作恶不！”
随后，杨仪便率领全军返回了汉中。此时，蒋琬刚走出成都城数十里，得知魏延已死，他便重新返回了成都。之后，魏延的三族惨遭诛灭。至此，蜀汉大军顺利地回到了汉中。诸葛亮在临终之前，对他自己的身后之事也做好了安排。他让部下将他安葬在定军山下，墓穴不要太大，能放进去棺木就行，不要任何东西陪葬。寿衣就用平常的衣服即可。关于他的财产，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。于是，诸葛亮被安葬在勉县的定军山镇。刘禅追谥其为忠武侯，因此他的墓地便被称为武侯墓。蜀汉各地的官员和百姓们得知后，举国悲痛，哀声遍野。然而，作为前魏郡太守以及丞相参军的李邈却仰天大笑，高呼道：“苍天有眼啊！蜀国终于可以得救了。”李邈字汉南，广汉郡七县人，即今天四川省三台县人。他原本是刘璋的属下，刘璋投降刘备之后，李邈便怒骂刘备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但刘备不仅不和他计较，还亲自邀请他一起建功立业。李邈被刘备的诚意打动，逐渐成为了蜀汉的核心人物。等到刘备病逝，诸葛亮准备北伐的时候，李邈却站出来反对。他认为北伐曹魏无异于以卵击石，螳臂挡车，定不可能成功，只会让蜀汉的国力更加衰弱。然而，在刘禅的支持下，诸葛亮一连发动了5次北伐。李邈虽然表示不满，但也无力改变。随后，刘禅在成都为诸葛亮举行了3天的哀悼仪式。李邈便上表说，诸葛亮独自一人掌控着蜀汉的精锐之师，如同虎狼之物，为所欲为。因此，我常常为国家的安危感到担忧。现在诸葛亮死了，宗族终于得以保全，边疆的战事也可以停止了，大家应该大肆庆祝才对。刘禅看后非常气愤，立即将李邈逮捕入狱，并将其诛杀。那么，诸葛亮死后该由谁来接班呢？其实，诸葛亮病逝之前已经选定了接班人。他告诉李福，他死之后由蒋琬继任，蒋琬死后由费祎继任。然而，杨仪却表示不服。他仰仗着自己顺利地将大军带回汉中，并且讨伐并诛杀了叛乱的魏延，所以他自以为功劳巨大，理应接替诸葛亮执掌朝政。何况他任职尚书的时候，蒋琬只是他属下的尚书郎。虽然他们后来都升为了丞相参军长史，但是蒋琬一直留守成都，他自己则跟随诸葛亮数次北伐。因此，他认为自己比蒋琬的资历老，才干也超过蒋琬，理应由他接任才对。然而，诸葛亮却认为他性情急躁，心胸狭隘，因此就连蒋琬之后提议的都是费祎，而不是杨仪。于是杨仪非常不服，言语之间经常流露出怨愤的情绪，导致大臣们不敢与他交往，只有费祎经常前来看望他。有一次，杨仪便对费祎说，丞相去世之时，如果我举兵投靠了曹魏，何苦会落魄到今天这步田地，真是让人追悔莫及呀。费祎没有搭话，回去之后便给朝廷上表，奏明了杨仪的怨言。刘禅下令将杨仪废为庶民，流放于汉家郡。结果他再次上书诽谤，言辞激烈，刘禅便准备将他逮捕入狱，还没等官兵到达，杨仪就自杀身亡了。诸葛亮刚刚病逝的时候，大臣们非常担忧，只有蒋琬的言谈举止如同平常一样，久而久之，众人才逐渐安定了下来，蜀汉政权终于得以平稳的发展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